咪咕视频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音乐新势力的新歌推荐官熊猫堂崔云峰。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我的最新作品《求生》。在生活当中，在各行各业里，我们都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。无论是最普通的你和我，拥有最普通的梦想，都不会被挫折消磨殆尽。现在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嘛，都是比较卷的那种环境。就是在这么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我们作为普通人，可能很多时候会被忽视，哪怕我们就是拥有很好的技能啊，或者是天赋，但是可能因为过于普通就被淹没了。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主要就是想表达，在我们普通人当中，就算再普通的梦想也可以被看到。然后我觉得跟我个人的关联可能就是我的一些经历吧，就是曾经在节目当中，可能是因为外形的关系啊，就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，但是结果当真正的走上舞台的时候，给大家唱了一嗓子之后，我觉得让大家全新的认识到了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也正好印证了我这首歌想表达的一种情绪。对，所以然后我觉得跟熊猫堂的关联的话，熊猫堂的作品可能大多数比较乐天派的，比较这个风格多样化的，更多是想跟大家传递欢乐和开心的情绪。那峰峰这一回的这个单独的一个作品的话，它是可能更专注于某一种情绪，然后再进行一个抒发，就是一个关注到我们这个平时更普通的我们的大家，然后我们普通的梦想，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心情。我觉得跟我个人经历有相似的地方吧。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就是可能不论是长相平平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梦想。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歌颂英雄啊，或者说那些光鲜亮丽的人的那些歌曲啊，或者说是事情是很多的，但是我也希望就是有很多人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，普普通通的梦想，就是我们也拥有这样不凡的梦想和实现梦想的能力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坚持，让别人看到我们。我觉得最触动我的瞬间是拿到歌词然后录音的时候，歌词当中有一个是这样说握紧拳头，梦别被夺走。我觉得这句话是很触动我的，就是其实在我自己个人出道这么长时间之后，遇到了也多多少少很多的磕磕绊绊，但是曾经可能或许有想放弃的瞬间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来。我觉得这句话是不论是怎样的挫折和磨难，都要握紧拳头，握住你的梦想，不要让梦被这些挫折和磨难给带走了。我觉得相比疗愈感来说，可能这首歌更多是一种呐喊吧。就是在我们被挫折和磨难给逼到那种触底的那种时候，就是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呐喊和鼓励。我觉得让我们重新的再燃起来，让我们的梦想重新再燃起来。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这样子的呐喊和鼓励吧。我觉得我能分享的不一定是求生指南吧，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心得，就是我觉得坚持一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。不论是学习某样东西啊，或者说是达到你想要达成的目标，比如说哪怕是减肥或者是什么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到梦想这个层次的话，我觉得坚持是最好的求生指南，就是一定要坚持不放弃。我觉得作品上面来说的话，跟熊猫堂的风格的确是有一些不一样，因为熊猫堂大多数的作品可能是更多以欢乐开心为主，然后峰峰的这一张专辑可能更多是专注于某种情绪吧。我觉得在唱法上面可能也有更高的一个自由度，可能能够更好的就是展现一些，比如说可能技巧上会有一些展现呀，或者说一些加的花呀什么之类的吧。就是
这个可能是一些区别。我觉得压力还是有的，因为不管是作品的难度在不断的提高，创作自由可能是风格上面的更多尝试吧。就是以前在熊猫堂的话，风格可能不一定可以是针对某种情绪上的一种抒发，但是在峰峰这边是可以针对某一种情绪，然后温暖的啊，或者说是伤感的，可以把它极致化的去表达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就熊猫堂吧，包括我自己也一直在做的事情吧。觉得如果是歌手的话，像我这种外形或许也不是一个算多独特的一个吧。我觉得只要唱得好就行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有一个设计是非常好的，我们在专辑的这个封面上面采取了一个双封面的一个设计，就是一个封面呢是我们在这个病床上面一个 ICU 里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悬崖上面，就是非常绝境的一个场景，就是想表达说我们人在这种生死关头是要选择放弃呢，还是选择坚持？所以也就是正好扣这个主题求生嘛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，我们在面对很难抉择的事情或者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躺平呢，还是选择坚持？我觉得互动环节上可能。毕竟是第一次的个人首唱会嘛，我觉得这次互动上面就是给我大合唱，就是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合唱吧，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期待的。那必须的，那肯定的。我们熊猫堂哪次不是真唱啊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个人首唱会也是一样。我觉得为了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效果，那肯定必须得真唱。体能训练上就是最近有在减肥，有在稍微控制一下饮食，因为上一次我有看到粉丝拍的一些照片，简直是不忍直视。然后希望这一次反正是稍微减一点吧，对自己的身材上面做一些管理。然后声乐上面的话，这一次的歌曲也是的确是很难，所以不管是可能在语言上有突破啊，或者说是在声乐的技巧上面也会多多磨练吧，因为有的真的是很难唱，还是真的需要我在底下多多练一下啊。叙事线索的话，在首唱会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叙事线索，主要就是为了大家听感上的一个起伏上面做的一个设计，就是希望大家有嗨的时候，然后也有这个静静安心听歌的时候。对，主要是其实是更加关注现场的一个效果。我觉得现在可能在海外有更多的人现在听到 C-pop 了吧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像比如说熊猫堂啊，像我们这样就是有一定关注度的这样的歌手，更有更大的一个责任去做对这个 C-pop 进行一个宣传，所以说我觉得海外的演出肯定是要有的，然后我们也会尽我们的全力更好的去宣传我们的 C-pop。我觉得除了那句握紧拳头，梦别被夺走，然后还有一句就是为自己而活。我觉得我们都是活一次嘛，然后不妨就拼一下，就是真的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你真的去在意别人的眼光之后，你真的后面会后悔的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为自己拼一次。有求生欲，是其一，那其二就是一定要坚持。我觉得可能都有吧。疗愈工具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普遍了。就是比如说我们伤心的时候，可能会听一些比较安静的、比较温暖的歌，那它当然就是疗愈工具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我觉得更多其实是音乐，在我看来更多是鼓舞人心吧。我觉得鼓舞人心，在我看来可能是更强烈、更热烈一点的。因为比如说，你看我可能健身的时候。
我会听一些很燃的歌，那它其实就起到一种就是比如说类似像精神弹泵这样的一个作用，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的作用真的是很多样化的，所以我觉得见仁见智。我觉得我的粉丝朋友们做的这个所有的二创的作品，真的是一直是超乎我的想象。我也相信大家一定会给我更多更好的惊喜，对吧？很期待大家的二创作品。希望你们别把我长得太丑。峰峰这次发了第1张的全新的一个个人专辑，我觉得大家已经陪我走到了新的一步吧。我觉得真的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，而且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论峰峰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啊，还有挫折，大家一直都是以鼓励的这个一个心态去陪伴我的。就是以前我记得有一个粉丝朋友说，峰峰是那种需要鼓励的人，对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峰峰的这个全新的专辑，然后我们在下一个更大更好的舞台见吧。谢谢大家。下面邀请大家来听听我的新歌《求生》。普通被淹没在人群中，无人记得的面孔，做的梦为睡醒变成空，很被动，命运如刀锋般重，喊过痛，灯光下行色匆匆，只剩冷眼相送，比普通更普通多，绝望的形容可早就明白，现实比故事更沉重，面对冷嘲热讽，瞻前顾后，害怕自己会失去所有。怕犯错，陷入自证的漩涡，解不开困兽求索，到不了下一个关口。该如何追逐想要的生活？听太多，却换来更多难过，就像黑色幽默，比普通更普通多，残酷的概括，你是不是也一度想过，就这样苟活？心中的炽热伤，火中不堪淹没，燃起了烈火。比普通更普通多，绝望的形容可谁都无权定夺，属于你的结果。前路总有颠簸，纵身一搏，奋力挣脱，有什么可躲？等待一场未知的拯救，我卑微像路人在祈求，还不如破釜沉舟，向着光的方向往前冲。最顽固的眼眸，最愤怒的嘶吼，握紧拳头，梦也被夺走。就算举杯已经注定不会太温柔，太普通多，残酷的概括，你
是不是也一度想过，就这样苟活？心中的炽热像火种不肯淹没，燃起了烈火。比普通更普通多，绝望的形容可谁都无权定夺属于你的结果。前路总有颠簸，纵身一搏，奋力挣脱，为自己而活。除了我的新歌呢，本期音乐新势力还为大家推荐了下面这些新热歌曲。本期音乐新势力推歌环节结束啦，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和我的新作品，我也会继续加油，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在3月15号，峰峰会在北京 We Show Live House 举办自己的全新个人专辑首唱会。然后如果还没有购票的同学，可以去秀动上搜索熊猫堂崔云峰，就可以看到我的票务信息啦。打开咪咕视频，搜索音乐新势力即可收看，关注音乐新势力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